叫我来干什么？你给我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别的同事的客户登记本会出现在你的抽屉里？不是我的。哼，本来就不是你的。那我问你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抽屉里？那你们为什么翻我抽屉呢？你他妈别跟我打岔！是我问你，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抽屉里？首先，我不知道客户登记本为什么会在我这里。其次，我知道最近客户流失的事情，大家都在找原因。停！叶南佳，你不知道什么叫人赃并获吗？既然如此，那你怎么会知道呢？而且还是2个人。叶南佳，有你这么跟领导说话的吗？既然你不珍惜机会，那我也没办法喽。什么意思啊？要不你问问他。监控不是坏了吗？那你去调监控啊！调呗。哦，对了，我忘了告诉你了，监控我已经修好了，还是我教的人。放过你，这次我就先放过你，以后别再跟同事耍心眼了。各位同事，大家到售楼处前台集合。王经理抓到偷大家客户资料的贼了。各位同事，近期售楼处经常出现客户登记本遗失问题，我专门找了师傅修好了坏掉的监控。下午专门去监控室查到了一段视频，大家请看。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吗？不是，他，王经理，作为部门经理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？我干什么了？你被开除了。什么？现在收拾东西，滚蛋！好样的！各位同仁，那么王经理由于个人原因离职了，所以现在销售经理的岗位是悬空的。接下来的1个月会是考核期，通过考核的同事就能成为新的销售经理。希望各位同事加油了。那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机会当经理了？得了吧，这话你也信？也是，每次到最后不是内定就是空降。嘘，别说了。知道各位同事的担忧，请相信这一次的竞争是公正公平的，不会有任何的藏私。那也希望这次选拔当中能够有人晋升成功。而选拔的条件是什么呢？那就是业绩，还有表现。期待大家加油！南佳，以你的条件，最可能当上经理。等你当上经理，我们也省遭罪。尽力而为吧。请进。李总。李总，关于经理的位置，您这边有没有意向人选啊？那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没有啊？您看我可以吗？那就看你有什么样的表现了。
就看看我的诚意吧。估计是昨天晚上吃坏东西了。那我送你去医院吧。哦，不用不用，我等会儿回去吃点药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那我叫同事送你去医院。可是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客户在等我，有一个很重要的合同在他手上，我来不及去拿。你可不可以帮我拿一下？行，那你把地址给我吧。这个客户他刚从国外回来，等会儿还有视频会议，明天又要走，来不及过来才叫我去拿的。你放心，他人很正直的，不是坏人。要不是我肚子疼，我就自己去了。你要是实在不行，就算了，我自己去吧。哎，我答应你。谢谢你，南家。那你先回去好好休息一下。李总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是你啊？这笔买卖不亏呀！李总，这么着急吗？要不先把门关上吧。是，太激动忘了。既然你们想玩，那我们玩票大。你看到照片了吗？哎呀，看到了。平时看起来那么正经的一个人，没想到居然为了经理的职务这么不择手段，真不可貌相！别被表面骗了。你们是在说我吗？别跑啊，还学人八卦，不是喜欢八卦吗？走，带你们去看一出好戏。看看公司群里吧。哎呀，李总！哎呀，来，李总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你看这天上也没打雷呀，怎么就劈中你了？哎呀，你放开我！都是道上混的，就不能留点余地吗？说你呢，说你呢，道上混的，来，大家看，他不是那个谁，之前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是他干的！你凭什么说是我？你有证据吗？幸好从头到尾没出面，谅他们也没证据。你别着急，还没到你呢。进来吧。你这跟踪狂，竟然跟到这里来！还没轮到你呢，就狗急跳墙了。我之前见过你，每天给孙静送早餐和晚餐，还挺痴情的。不过嘛，你这备胎当的确实不怎么合格，至少先看清楚对方人品，再做舔狗吧。不是他，是我的错。你这纯爱战神，狗看了都摇头。该你了，说说孙静昨晚去酒店的理由。
苏文杰说他想当销售经理，他说在酒店等我。对，你看这有房卡，只要去前台问一下谁订的房间就知道了。放开我！为什么我的真心就那么容易辜负吗？你平常怎么辜负我都行，叫我去酒店偷拍，昧着良心的事情我也做。你就是这样的人。好你个老色批，一把年纪了，一天天在家里面一点用都没有，竟敢出来兴风作浪！看我今天不打死你！你个死东西！别跑！别跑你！从小我就生活在一个算计的家庭，出社会后更是经历过更多的磨难和欺骗。经验告诉我，除了自己，没有任何人值得信任。欢迎我们新任营销总监林建国。林总好有心啊，林总。各位同仁好，我叫林建国，我从事房地产行业已经10年，刚从总部调任，希望未来大家可以合作愉快。新经理是我们团队的销售主管叶南佳。虽然他很泼辣，但是有责任心啊。他做经理，可比那爱玩手段的孙静强多了。就是。不过我们之前说过他坏话，他会不会秋后算账？叶经理，要不你也说2句？感谢公司栽培，未来的日子，祝大家一起发财。好，各干各的吧。哎，南佳，你的事迹我有所耳闻，你的能力很强的，加油！这剧情怎么好像不对啊？有时候人与人之间的缘分真的很奇妙，比如我和苏文娟的相识。说说你的特长。火腿特长。下一个。你为什么从上一个公司离职？因为我的上个公司老板总让我加班。可是销售行业加班是常事。我不接受加班，1分钟都不可以。哎，下一个。你之前从事过相关的销售行业吗？没做过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做过倒是没关系，但是前期得先学一段时间。不好意思，学不了。还有，太轻松的，我也不想干，太无聊。你好，我叫苏恩娟，这是我的简历。名牌大学毕业，很优秀呀。之前干过销售吗？没有，但是我可以学，我很能吃苦的。可是这个行业不是光会吃苦就可以的。我可以的，我干什么都行。明天上午8点来售楼处试稿，3天试用期，可以的话就留下。你看可以吗？没问题，谢谢经理，我一定准时到。不管了，先把肚子吃饱吧。叶经理，林总，你怎么还没走？
手头上有点事，所以晚了。哪比得上你这个劳模？劳模谈不上，需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。不知道叶劳模赏不赏脸，一起吃个夜宵？不用了，林总，我这还有很多事情没忙完呢。看来被误会了，那就不过多打扰了。不好意思，我不是故意半夜打扰您，只是这件事很紧急，你有病吧？不是故意的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林总，你是新来的职业顾问苏文娟啊？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回去？我是一个新人，也没什么客户，想着说多聊聊客户，但是我手机欠费了，所以才想着拿售楼处的电话打。傻姑娘，这么晚了，你这不是打客户电话，你这是骚扰啊！以后不要这么干喽。我不是故意的。方向不对，努力也白费。哎，这是你的客户资料吗？你看啊，你要弄清楚客户的喜好，最重要的就是把客户的意向搞到手，这样你才有更大的胜算。开启一个新的工作，前期是最具有挑战的，而眼力劲儿是销售的天赋，基本必要条件。但是我好像没有这个天赋。你好，欢迎光临，我是职业顾问苏文娟，很高兴。是这样的，女士先生，就是我们这边的话呢，有一栋楼王，然后商铺非常非常多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你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120平米的，非常划算。这对夫妻怎么不提问呢？这接下来怎么说？我这该说的都说完了呀。哎，女士，要不您看一下我们这个60平米的商铺，怎么样？那这个70的，我看也不错。老公，你看他推荐的都是什么户型给我？看不起谁呢？经理呢？把你们经理叫出来！经理，你好，请问是有什么问题吗？你就是他们经理？是的，女士，请问是有哪里让您不满意的吗？你看你这招的都什么人，一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这样，我为您服务。像您看的这样的这套大户型，是有一个厕所，带一个。经理，我们先走了。请您慢走。您慢走。你也太厉害了吧！销售做久了，你也可以这么厉害。可是，我为什么那么让他们讨厌？我明明没有说错什么呀。销售首先要学会的就是识人。那位男士和女士年龄差至少20岁，看他们的亲密程度，根本不像是夫妻。那女士很明显是男士的金丝雀，那男士穿着都是名牌，说明男士很有经济实力。这房子明显是男士买给女士的，作为金丝雀，当然需要大房子，而你刚好又推荐了小房子，对方自然找你不痛快。我学到了，我下次一定长记性。你作为新人已经很不错了，多看书会成长更快。好的呀，经理，我今天晚上回去就去加油努力看书。当你有个说话不过脑的下属时，你每天处理的事情，除了日常工作，还有就是劝架。是来看房的吗？我是这边的职业顾问孙浩，很高兴为你们服务。谢谢。你们来这边看看吧。今天的来访量这么高，这个月的指标应该问题不大。这不是个东西！姐，你别打了，我说姐，不是个东西。姐，你先别伤心，有什么想说的先跟我说。20年的青春都给了他，我
我从一个小商小贩慢慢做起来，吃了20多年的苦，本以为是可以过上好日子了。他居然在外面找了小三，还偷偷给小三买了房子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哪个男人不知道外面找女人？你要是没发现，日子不是照样过。你做什么了？如果要离婚，你1分钱都分不着。先生，这是你的家事，我管不了。但是你打坏了售楼处的东西，需要照价赔偿。赔就赔，你也没多少钱，看你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保安，说吧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男士在昨天来过，今天恰好又是我接待的他。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眼熟，因为昨天他身边的女士不是今天这个。后面他问我价格，我突然想起来他昨天来过，然后我嘴快说了一句：“昨天我们这边女士看的也是这个房子，然后给报价，后来不知道怎么就打起来了。”你知不知道在这个行业这个是大忌？那怎么办？已经打起来了，我来处理吧。姐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但是不甘心解决不了问题。那怎么办？问问你的心。说出轨，你有证据吗？离开我，你啥也不是。你有工作吗？你养得起孩子吗？这么多年，我都是默默在后面付出了很多，能怎么办？我又拿不出什么证据。谁说没有证据？真的吗？但是前提你得想好，要不要出击。一旦出击，就没有退路。为什么他永远都那么有主见，而我却我到这边来，永远都是畏手畏脚的？站住！怎么是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？你还有脸来啊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会这样吗？我家不欢迎你，你给我滚出去！我是不要脸的女人，那你妈就是个蠢女人，又老又蠢，都这样了还不肯放手。你怎么说话啊你？啊！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！要不是因为你，我们家能这样吗？随你怎么说，总之你妈一天不放手，我就天天来闹，看你们能忍到几时。呸！给我滚吧！走啊你！妈！是妈妈没用，是妈妈没用。为什么都这样了，你还是不离婚？你可以离婚，咱们娘俩一起过。你看他都猖狂成什么样子了？能忍就忍。你妈妈还得攒点钱。要是你爸爸看到咱们好，或许就回来了呢。妈，我心疼你。妈没有挣钱能力，这么大年纪了。我想，你爸爸就是一时的鬼迷心窍，以后啊，他会明白的。经理，你为什么要帮他？我为什么不能帮他？你这样把售楼处监控交给他，你就不怕被处分啊？为了这么一个陌生人，值得吗？我只是做了我认为对的事，至于他怎么选择，是他的决定。为什么他永远都那么有主见，而我却永远都是畏手畏脚的？人生总是这样，当你事业强大的时候，爱情好像总会不期而遇，但是似乎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爱情。听说了吗？比如叶南家经理和总监的关系不一般，还是别乱说。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经理的性格。那你先看着，我先过去忙。你们两个小心经理上来撕烂你的嘴。你先去忙工作吧。有什么事吗？
有什么想说的你就说啊。大家都说你，说我和林总啊。职场造谣不是1、2天了，你还信这个？难道你喜欢林总？我没有。喜欢就喜欢，大胆一点，有什么关系啊？我才没有。你放心，我喜欢年轻的。而且抢男人有什么意思？抢男人的饭碗才有意思。可是没有男人的依靠，女人真的可以独立强大吗？好了，快去工作，别想这些有的没的。记住我说的话，别花心思在抢男人上，除非这个男人能卖钱。说吧，多少钱离开我儿子？妈，你要再这样继续下去，家里断掉你所有的经济来源。没想到这种剧情能发生在我身上，有便宜不占王八蛋啊！阿姨，你不能棒打鸳鸯，我这么爱沈木，你不能拆散我们。10万。妈，我就这么不值钱吗？别吵，再多也不配。阿姨，我那么爱他，而且你的宝贝儿子怎么只值10万这么点呢？得加钱。就是，以我的身价怎么也得20万。好嘞，成交。给。这还差不多。这就把我卖了？见过卖鸭卖鹅的，第一次见卖人。行了。来，我们一起再敬下张总啊！感谢上联，当我们的项目指导，令我们的项目蓬荜生辉啊！啊，我先干了。哎，哪里的话，也是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。回到总部呢，也是一定给你们多美言几句。张总，我敬你一杯。谢谢张总，谢谢。张总，我敬你。来。来，叶经理，喝一杯。张总，我敬你。哎，张总，我们不如来玩个游戏。行，什么游戏啊？我们就来玩划拳，谁输了谁喝酒。行，但是我要加个筹码，谁输了，喝一杯白酒，再脱一件衣服，怎么样？必须加，不过我还要再加一条，输的人要在脸上画一只乌龟，5、50、5、5、20、5、5、15。5、10、5、15。行了，张总，来。来嘛，张总。干了，张总。职场被顶替位置是每个行业不成文的规定，可是最可怕的不是被顶替，而是遇见这种不公平时，受害者选择了无声的接受。凭什么？没有凭什么，就凭这是公司的规定。这件事你早就知道了是不是？什么狗屁规则？你们这是在徇私！这次又是谁的关系顶替到了主管职位？
明明苏文君的各类表现都很优秀，已经连续拿了3个月的销冠，完全符合主管人选。到了公布人选阶段，你们换成了别人。南家，我知道你性子直，但是职场规则你还不明白吗？规则？什么是规则？就是凭借关系可以抹杀掉别人所有的成就和努力吗？这个不是你我能够解决的事情。何况你这样强出头，解决不了问题，最后只会给自己带来麻烦。所以，任人宰割才是对的。你来了，林总，你自己和叶经理说。叶经理，我很感激你为我出头，可是我们斗不过的，算了吧。所以呢，你也是打算妥协是吗？南家，我很欣赏你的韧性和你做事的原则性，但是这个世界不是非黑即白的，还有灰色地带。哪怕你不认同，它还是存在的。去他妈的灰色地带！虽然我也觉得不公平，可是不能连累南家。对不起。你怎么总是喜欢说对不起？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懦弱，该属于你的不去争取，还总是对别人说对不起。对不起吗？不要做一个软柿子，软柿子只会被人拿捏。以前我也像你这样，以为很多事情忍忍就过去了，但是越长大越发现，撒泼有时候是最有效的办法。你以前也这样吗？喂，妈，寄点钱过来，你弟弟刚找个女朋友，开销不少。妈，我身上只有1500块钱，还要交800块的房租。你也知道，你一天到晚忙什么呢？一年到头见不着人，钱也见不着，真一点指望不上你，白养你这么多年。不是，喂，妈。可是，为什么你们从来不关心我在外面累不累，过得好不好？心里只有弟弟。喂，妈，你可终于来电话了，救救我！我做了点小买卖，赔了50万，信用卡什么的都刷完了，要债的都追到我售楼处来了。你们要是不帮我，我可就只能逃回家了。佳佳，你别急，想想办法，千万要稳住，别回来。南家，你为什么对你父母这样？为老不尊者，不必善待。以后你就明白了，妥协是换不来你要的尊重的，撒泼是最有效的方法。当被拖欠工资，你会选择愤怒怒吼，还是理性的思考，用什么手段合理的要回属于自己的钱？什么情况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兄弟们，这女的就是项目负责人，她肯定知道老板在哪儿。你肯定知道开发商在哪里，你们就是一伙儿的。大家先别急，先跟我说说是什么情况。这个项目差我们钱，我们去找包工头，包工头也不见了。我们去找开发商，开发商也不理我。是的，把我往死路上逼。我们一家老小全指着这个钱活，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。现在倒好，人直接跑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？兄弟们，别跟他们废话了，我们把这个楼板给他砸了。哎，这样开发商总会出现的。砸了，砸了！你们确定要砸吗？别着急，我先跟你们算笔账。按照你们的说法，包工头欠你们最多3万块钱，对吧？对。这个售楼处
总共是花了200多万建好的。如果你们砸，哪怕就是砸个沙盘，要赔偿30万左右，等于你们几个平均算下来，抛去每个月的工钱，还要倒赔1万多一个人。砸了售楼处，除了一时泄愤，没有任何好处。你们今天来是为了要回工钱，而不是为了泄愤，不是吗？当然是，要不是迫不得已，我们也不会这么干的呀。请给我1天时间，你们先回去，我先了解完情况，明天来售楼处找我。走，兄弟们。也是可怜人啊。哎呀，这怎么办呢？这个钱到底我家里还急着用钱呢。哎呀，就是你看这怎么办？哎呀，你可救救我们！救救我们了，你可！我也是没办法，我们真没办法了呀！对不起，求求你帮帮我们，帮帮我们吧！我家老小只为这点钱活着呀！我已经了解完情况，其实你们的钱，开发商早就结给施工方了，施工方也早就结给了你们包工头，现在是包工头携款不想给你们，这怎么办呢？我们都得罪不起的呀！只要是正当权利争取，有什么可怕的？我教你们。你们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啊？你到底要干嘛？这。这么点人还敢追老子？是的，凭什么我们吃不上饭，他吃香个喝辣的？再有那个垫背的，我们光脚不怕穿鞋的。走。哎呀，这回钱终于真的是啊，太感谢叶经理了。经过我们几天的精神折磨，包工头总算把我们的钱付清掉了。能帮上你们，我也很开心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个人胆子真小。是。对了，叶经理，你怎么不把他报警啊？你们只是做了你们该做的事情，既然现在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大家就先回去吧。好嘞，谢谢。好，走。是不是在利益面前，人总是会自然利己，不择手段？林总、张总，你们叫我。有个情况跟你核实一下。近期有人向公司总部举报，说我们售楼处的销售人员跟中介联合飞单，这个事情导致客户流失。这个事情呢影响比较大，总部呢比较重视，特地派张总来核实情况。飞单？对，举证者呢还列举了一些证据，证明牵涉的客户比较多。好的，林总，我这就去核实。去吧。听说了吗？叶经理，这是你要的文件。哎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有人举报我们公司工作人员将客户私下给中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王娜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没有。公司的规矩大家都是懂的，如果被发现是谁，不仅会受处分，还会赔偿公司所有损失。希望大家不要知法犯法。怎么办？该死！为什么不接电话？喂，你还有心思睡觉？你要害死我！急什么？这不是还没查到吗？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压根儿就没打算保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我出事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哎呀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好了，等会儿老地方见。喂，经理，跟你想的一样，是王娜。
它上面还有人指示。我都快被害死了，你还跟没事人一样。来，坐。你看，你呀，你这急躁的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呀？改什么改？是你跟我说的不会出事，转头这事儿就被人捅到公司总部去了。小事情，你不要提前自乱阵脚。只要你不承认，谁知道是你干的？可是我……哎呀，不要怕，天塌下来了，还有个高个儿顶着呢。你当初问我要客户资料的时候，你并没有说是给中介的呀。哎，这我也不知道呀。我真的是拿来给自己公司用的，谁知道中介怎么会有？你说你要创业，你让我帮衬帮衬，所以我才把客户资料偷过来给你的。你说我现在怎么办？好啊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跟没事人一样，是不是从头到尾都在骗我？如果我被抓了，你也别想好过。别把自己说的那么高尚，东西你又不是白给我的，我可是有给钱的。再说了，我又不是你们公司的员工，你们公司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所以我劝你啊，最好不要跟我撕破脸，对你没好处。还有，你别忘了，你出事儿的话，你儿子怎么办？是啊，我儿子怎么办？所以呀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就把叶南家捅出来，这锅总是要有人背的，不是吗？背锅。给你时间想清楚了联系我。如果你接受我的建议，那我就帮你；如果你不接受，后果你自己清楚。叶南家之前的羞辱会加倍。别急呀，想去哪儿？叶经理啊，好久没见了呀！你这种无耻之徒，见多了怕长针眼。但是今天这笔账，我得跟你算算账。账？什么账？我跟老同事喝杯咖啡，这也犯法呀？别着急，看看这是什么。你说你一把年纪了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？每次说秘密都那么大声，一不小心就又被我录到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不懂。别急着狡辩，你以为你被公司开除了，窃取公司资料就不违法了吗？你是法盲吗？还有你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去公司举报的也是你吧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怎么样，但是王娜手上有的只是你离开后的客户资料，那只是所有资料的一小部分，大部分还是你在职时候的。如果按照责任划分，你是重责。我只是想成年，我可没有把资料给中介吧？不管怎么样，但是你的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，偏偏你又自作聪明的去举报，其他的事你留着跟警察去说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南家，我想感谢一下，因为你的教导和帮助，所以我的成长速度非常快。因为你，我变得更自信。我明白了，不能当软柿子，也更明白了，想要什么，要靠自己争取。从最初胆小不敢说话，到现在的大大方方，前后也才1年的时间。你今天的成就是你应得的。不，没有你的帮助，也没有今天的我。来吧，我们接着喝。好了，喝多了，不喝了。林总，你
你今天有点帅哦。我去趟洗手间。林总，来亲一口。哎，这是哪儿？我怎么在这儿？啊！怎么办？我这怎么办？行了，林总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家呀。那我怎么在这儿？昨天你喝多了，其他同事都走了，你拉着我非要跟我回家，所以只好把你拉回来了。那我们……你放心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你怎么抢我的台词啊？那你对我负责？你放心，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谁也不用负责。你的衣服呀，我让我妈给你换的。对，是我换的。这丫头，哎，快起来吧，吃早饭，快点。你听说了吗？哎呀，林夫人，早餐吃了吗？哎呀，别乱说。男未婚女未嫁的，有什么不可能的？可是我配不上那么优秀的他呀。二位，里面请，我来为你们服务。来这边。哎，妈，你看我们这个楼盘的位置啊，非常好。妈，你看这你们房子。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？房子挺好，你也挺漂亮的，是吧？什么？哦，没什么没什么，我和我妈都喜欢这房子。那我给你们算价格。好好好。就她当儿媳妇吧，是吧？当你的客户关注点不在你的销售产品，而在你的时候，你会如何应对？也许是我想多了吧。美女，可不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啊？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这就行了。干脆就给他打个电话。哦，好，那我马上给他打个电话啊。对。你好，我是昨天看房的刘卫东。哦，刘先生，你好啊。今天晚上你有时间吗？咱一起吃个饭啊。我今晚要加班，没时间。如果说你对房子有任何顾虑的话，你可以来售楼处找我。你这是拒绝我了？其实我妈挺喜欢你的，我妈喜欢你，我也喜欢你。刘先生，你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没什么，可能是我心太急了，以后你就知道了。什么情况？娟儿啊，你见到刘卫东了吗？妈，你认识他？我傻闺女，妈当然认识了。他呀，就是年龄大了点儿，还离过2次婚。但是他条件好啊，有钱。这年龄大呀，知道疼人；离过婚更知道珍惜。我们女人一辈子呀，不就找个男人做靠身吗？况且他妈妈也喜欢你，以后的婆媳关系好处。妈，你不要再说了。我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？你这是为我好，你这是卖女儿。你这闺女怎么能这么没良心呢？妈这么些年都是为了你，吃了那么多的苦，我一直忍着你爸跟那个女人的欺负，还不是为了把你拉扯大。10年了，在妈妈无休止的抱怨又求全的情况下，我一直告诉自己得忍，但是这么多年，一切并没有迎来改变。女人真的只能靠男人吗？
这么晚了还不回去，一个人在这儿赏月亮吗？我下班没地方去，下班去出租屋待着，还不如在这儿呢。可以找你的姐妹一起逛街啊。没钱。林总，你放心吧，我没那么脆弱的，我只是现在穷，我以后肯定会好起来的。哎，等你有钱了，你想做什么？等我有钱了，我要生2个漂亮的女儿，然后给她们买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，带她们吃遍全世界最好吃的东西。那你自己呢？那你打算找谁给你生这2个漂亮女儿？要不考虑考虑我？你往这边看，这个位置很不错。不错。这一栋的话呢，是我们比较中心的位置，我们去那边看看。好。来，喝水。苏小姐，我们房子看了，挺好的，就是这个价格方面你们放心，我这边尽量给你们争取到最低折扣。好，谢谢啊！叔叔阿姨，给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销售经理叶经理，价格方面他说了算。叔叔阿姨你们好，我叫叶南佳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，别客气，请坐。来，经理你坐。经理，房子我们看上了，只是我们存的钱不是那么多，所以价格方面。您看中的这套房子，表价是95万，首付最低是14.25万，月供是我们付全款。我们省吃俭用，好不容易存下一套房子的钱，我们不想给女儿很大的压力，所以我们付全款。爸妈，房子我不要了，钱你们自己留着。弟弟还小，等他以后结婚了，还需要用钱的地方有很多。傻孩子，弟弟是男孩，他应该自己努力。房子是咱们女人的底气呀，你有了房子以后，哪怕不开心了，自己都有个家呀。妈，爸妈，我存了10万块钱，我打算。这是怎么了？你弟弟他做生意被人骗了钱，人家找到家里来，让他还10万块钱。弟弟也是为了家里好，谁知道被骗了这么多钱。实在不行，我们就把这套老房子给卖了，剩下不够的，我们老两口就去给人打工，做保安，做保姆，总有一天这个钱能还上。佳佳，要不你帮帮你弟弟吧？帮什么帮？这么多年，大佳佳帮了我们多少了？你儿子自己不争气，不能老拖累他呀。大不了我们跟要债的拼了，不就一条老命？妈，要不这样，我存了10万，先给你们用吧。还是佳佳懂事儿，你要记得你姐的情，以后要还。爸妈也没办法。老头子，还是你有办法。佳佳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不能来应付，只能用方法。那不还是我聪明啊！我一听说他存到钱打算买房，我就马上回来跟你们说了。哎，为了戏逼真点，我还挨了一顿打。你这混小子，你使多大劲儿啊！哎，多疼啊！哎，我们不也是为了佳佳好吗？一个女孩子迟早要嫁出去，买什么房？有钱不如回报娘家。就是，把这个钱攒着，以后给我们家阿哲结婚用。
原来这世界上不是所有父母都不爱你，我只是不幸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，所以只有我自己才是自己最大的靠山。我去趟洗手间。爱情到底是依靠还是束缚女性的牢笼？明明是很明显的套路，为什么女性总是深陷其中呢？心甘情愿的被套路。苏经理，你这边有没有 VIP 室啊？我们想再讨论讨论。一般这种情况都是意向比较高的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。有的，来，跟我来。好，请进。那你们二位先商量，我去给你们倒杯茶水。宝贝，我知道你委屈，但是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让你过上好日子的。我发誓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还是看看怎么回事，万一出事了就麻烦了。请进。让你见笑了。没事儿，两口子嘛。他去上洗手间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。那你们觉得这个房子还有没有什么其他问题？没有问题，我就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就是我想上我一个人的名字，你看能不能办？你们结婚了吗？没有，这不是赶在领证之前买房吗？一个人是可以的，不过要先过一下征信和银行流水，看一下是否能批款。这两个肯定是没问题，我的要求就是快，最好今天就能把所有东西办下来。今天咱们可以把合同签一下，不过要明天才能去房管局备案了。只是这么大的事情，您确定不和家人商量一下吗？不必商量，这个事情我一个人说了算。宝贝，你回来了，来坐。20万，我打你卡上了。就知道宝贝对我最好了。虽然现在房子没你名字，但是你放心，你对我的好我都记着呢。如果你征信好，就没今天这个事儿了。等咱房贷还完了，一定把你名字加上。要不是你当年欠钱，以我的名义贷款，我的征信怎么会不好？我知道你付出的多，我会一辈子爱着你的。那还差不多。爱情真的值得女神倾尽所有吗？没想到，职场潜规则的风，终究还是吹到了我自己身上。叶经理啊，上个月的工作总结我看了，在你的带领下，整个团队的业绩有了突飞猛进。谢谢林总夸奖，这是大家的努力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。有个事儿呢，还得跟你商量一下。林总，看你这表情就没好事，你直接说吧。是这样的，公司经过综合评估，认为你的能力非常强，放在这个项目上呢，有点可惜，所以什么？公司在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个项目，但那个项目销售一直遇见问题，所以公司想把你这种能力很强的经理调过去，接管那个项目，看看能不能带动那个项目的销售。薪资待遇上你放心，公司不会让你吃亏。林总，你说的另外一个项目，不会是那个烂尾楼吧？之前是烂尾楼，现在已经重建了。所以，话说得好听，实际上是明升暗降，对呀，话不能这么说。你看你这直性子，其实这对你来说也是一种挑战，也更能证明你的能力，对吧？所以说，这不是商量，是通知，对吗？我知道了，是在这儿等着我呢。那我想知道，我走了，谁来接替我的位置？进。林总，找我什么事？反正呢，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你今天收拾一下就可以过去了。叶经理要去哪儿？什么？你要把南家调走？他不调走，你怎么坐上经理的位置？我不要坐上经理这个位置。如果没有他，主管这个位置都不是我的。人怎么可以这么忘恩负义啊？可以这么不正视？
我还不是为了我们。既然我们决定在一起了，你只有坐上经理这个位置，我们才能有更高的收入。看来还是抵不过利益。经理，能不能跟上面说一声，别把你调走了？把你调走了以后，我犯错，谁来踹我？你好好干，以后一定有前途的。我是南家的心子，今天不可能这么不作声的离开。但是受不了一点委屈，越这样不吭声，我越内疚。南家，你跟我走。这狗屁经理谁爱干谁干，还有你这个狗男人，老娘不要了！愣着干什么？有仇不报，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叶南家吗？都说婚姻是女人第二次生命，但是我觉得创业才是。怎么了？我妈从小就告诉我，女孩要柔，得忍。我忍了20年，不管别人怎么欺负我，我都忍。但是我直到遇见了你，我才发现，女性原来可以有另外一面，原来可以这么强大，强大到不需要依赖任何人。但是你也让我明白，原来不是每个人的心里都是只有利益的。那我们能不能做一辈子好姐妹，永远不分开？那肯定啊。可是接下来怎么办？刚刚冲动之下是解气了，但是我们工作也没了。你还笑？我刚刚踢门那么用力，把脚都给扭了。好啦，天无绝人之路，既然老天爷让我们活下去，我们就一定能够活得很好的。南家，以你的能力，为什么你不自己创业呢？创业？其实之前不是没想过创业，只是一直没合适的契机。你的能力一定可以的，我能力有限，但我可以给你打打下手。行，我们说干就干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事情。什么事啊？等你以后有钱了，你得给我买个大别墅，然后再陪我个大帅哥。你看，因为你，我一脚就给林建国踹了。我以后可是要生2个漂亮女儿的，你得给他们做干妈，还得给他们买很多好吃的，还有漂亮的衣服。好，林建国那种老腊肉有什么好玩的？我陪你10个小鲜肉，10个哟。南家，那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是等我财富自由后，开一个没人的咖啡馆。我每天就按照我的心情接待客户，我开心就开门，不高兴我就不开，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。行，那我们加油，祝我们早日实现自己的梦想，早日成功！这地方还挺大的，哎，这怎么还有那么多现成的办公用品？这是我朋友的公司，现在倒闭了，公司留下的这些东西，二手转让给我们了。那还说啥了？我们抓紧时间开干吧！哎，对了，我们公司做什么业务啊？要不我们就做销售楼盘代理，我看现在很多代理公司都很赚钱。行，我们就干房地产楼盘代理。那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90怎么样？90，好名字，正面一听就能发财，咔咔发那种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90地产营销策划公司吗？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？明天下午3点，见面谈。没问题。有，棒！人生最大的玩笑就是，当你以为救赎来了，但是它可能是个陷阱。
程总，有人找。让他进来吧。陈总，知道为什么找你？不知道。我相信一个新公司具备把一件事情做好，更何况是一个女性管理的公司。感谢陈总的赏识，我们不会辜负您的期望。哎，话先别说这么早，毕竟你是新公司，用你对我们来说是有风险的。您说的是，但是对于您来说，除了我们，你没有更好的选择。说来听听。在接到您助理电话后，我们认真地对您项目进行了调研，并对您项目的周边竞品进行了走访。方案做得不错，但是每一个来找我们谈的方案做得都很好，这不是你谈判的筹码。我自然知道这不是筹码，但是对于您来说，您比我们更着急地想要完成项目的去化，不是吗？你说的没错，说说你的条件和要求吧。我们要求5万每个月的策划费用，外交2%到3%的销售提成。你开玩笑吧？你们一个新公司，凭什么开这么高的条件？就凭您项目没客户，但是你也不能跟我保证你能给我带来客户啊。据我所知，你已经分别从本地和外地找了几个成熟的销售公司，都没有完成你的预期，不是吗？你很聪明，而且你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足。你说的没错，陈总，我们是新公司没错，之前也和您没有合作过，所以您对我们心存顾虑也很正常。但是，既然您找到我们，首先要对我们进行信任，不是吗？毕竟对于您来说，在尝试走以前的道路，最后的结局你也是看得到的。相反，我们这种充满冲劲的新公司，对于您来说才是最好的选择，因为您需要业绩，而我们需要活下去，所以我们的目标一定是一致的。小姑娘，你说的话我很认可，但是呢，我得回去跟股东商量一下，毕竟你提的条件已经超过我们预期太多。期待与您的合作。南佳，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联系一下程总？不急，谈判就是这样，谁先着急，谁就失去谈判的权利。而且他现在应该比我们着急才是，再接不到项目，资金压力还是很大的。可是，喂，叶总，你上次说的条件，股东会已经通过了，请你把合同范本发给我。我们法务需要过审。好的，稍后发您。成功了！大家，这个单子被你拿下来了，我开始崇拜你了，你好厉害啊！拿下项目才是刚开始，把项目做好才是硬道理。加油！总感觉这次谈判太过顺利，难道有什么事情是我没了解清楚的？不过也算一个好的开始。一切都是会好起来的。这个姓叶的摆的架势还挺大。你别说，我感觉他应该还是有些能力的。哼，有什么能力？之前还不是来了几个代理公司，哪一个不是干了没几个月就都走了？也是，走了这么多代理公司，也没能撼动你的位置。毕竟你是程总的亲戚。我倒是想看看这个姓叶的，他能熬得下去多久？难怪平时李哥配合度那么低。原来是关系户，看来得收拾他。不公平！哪里不公平？你在跟我耍心眼儿！从一开始你就在故意设计我们。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。你故意把我们分组，把外拓资源的顾客全都给了 B 组，导致我们3个月以来 A 组没有成交1单，而 B 组成交了20单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
当初是你们自己放弃外托客户的吧？我不管，反正是你们不公平。制定游戏规则的是你们，当初放弃外托客户的也是你们，会议纪要上白纸黑字签的也是你们的名字。现在反悔，有点太晚了吧？你给我等着！那我们继续往下走。好，上一个项目就是他欺负我，是不是你欺负我老婆？倒是会恶人先告状。你是什么狗屁公司啊！我老婆不干了，快赔钱！陈助理，你来的倒是及时。哎呀，在售楼处有矛盾，我们甲方肯定是要出面的。辞职，我没意见。现在可以滚了。信比我今天就打死你们！现在所有人收队回来，关门，打狗。如果你们甲方不怕事情闹大的话，也可以一起加入。但是砸坏这里的东西，我们公司是不赔偿的。毕竟也不是我们闹的事。算了，今天就放过你们，别让我再看见你们。看来有些人看业绩好，想找机会卸磨杀驴了。叶总，对于前几天售楼处发生的事，你有没有必要解释一下？我没什么好需要解释的。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聊一聊。那确实挺需要谈的，毕竟你找我们公司所有外托人员都谈了一遍，现在也该轮到我了。没想到这个小丫头片子心机竟然这么深。陈总，我知道你想卸磨杀驴，所以来找李慧来我们公司闹一出，然后找我们公司所有的外托人员都谈了一遍，企图让他们从我们公司离职，归顺到你们那边去。先不说你们有没有契约精神，你这招确实不怎么高明。既然你都做到这个份上了，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合作的必要了。但是该给我们的钱，你一分都别想少，否则你懂的。叶总，我不否认呢，你确实很有能力，但是呢，终究还是太年轻了，沉不住气。我建议你别给别人建议，因为我不会像你这样做人做事，所以你的建议对我来说不值钱。我终于知道你的项目为什么会做得这么差，刚起色就想过河拆桥的人，怎么能把项目做好？还有，我的人你挖不走，不信你试试。没想到再次遇见前任，竟然是这种场景。是我狭隘对了。方的求就该不该接受？以为碰见个好项目，结果碰见个这么玩心眼的。或许他从刚开始就是想让我们帮他培养建立好团队，然后踢掉我们。江湖险恶，人心不古啊！最可气的是，这个程总在业内到处传我们业务能力差的谣言，试图断我们的后路。他会有他的报应，但是现在问题来了，那几个外托人员都跟我们回公司了，没有选择留在那个项目。我们必须马上谈一个新项目，否则人力成本我们根本吃不消。叶总，苏总，这位是我的老雇主，富强房企的张总。张总，这就是我跟您提到的战斗力十足的90代理公司，我相信他们公司能够帮助你的项目突破困境。张总你好。来，张总先请坐。去倒杯水吧。文娟，最近还好吗？对不起。之前的事是我不对，是我狭隘了。不，我们也有错，我们不也打了你吗？还好没打破相。你是怎么找到这里来的？这个圈子其实不大，你们的事呢我也听说了。创业开始都挺难的，这不，我的老雇主项目上遇到一些困境，正在找代理公司，我就把他给带来了。感谢林总救命之恩。
那我们还有机会吗？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麻烦二位能否出去一下？我这边有点事，单独跟叶总沟通一下。张总，叶总，您这是？叶总，合同也签了，我也实话告诉你，选择你们，我也是无奈之举。现在项目已经到了生死一线的阶段了，4个月，如果卖不到5000万，我就要跳楼了。如果卖到了5000万，我这边不要说给你3个点，给你10个点我也愿意。项目已经浪费3年，好不容易凑够了钱，但是销售一直跟不上，卖不到5000万，债主只能逼我跳楼了呀！张总，你放心，既然合作了，我们就是伙伴，方向是一致的，我们一定会努力的。你也别说10个点，只是希望到时候你能按合同约定，按时给我们佣金就行。谢谢，谢谢，太感谢了。看来每个看似表面光鲜的人，都有不为人知的苦难。经过4个月的奋斗，业绩最终完成5300万。就在大家以为皆大欢喜时，可是张总却失联了，是故意的，还是另有隐情？张姐，你看到张总了吗？我最近一直联系不上他。我没见到，我还找他呢。南佳，怎么了？项目拖款严重，下面的员工都有情绪了，找我们闹了好几次，我怕你心烦，所以没有告诉你。叶总，前天几个置业顾问都罢工了，说公司3个月没发佣金，都不愿意去干了。知道了，我会处理的。南佳，给我卡干嘛？这是我之前的积蓄，外加40万贷款，你先拿着应急。钱的事我会想办法的，你先拿回去。哎呀，叫你拿着你就拿着，这种时候还逞什么强啊？关键时刻，姐妹不出面帮你，还有谁帮你？你不要老是那么逞强，有我呢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商场如战场，一小心就陷入圈套。有时候，你以为的无意，其实是蓄谋已久。最近张总是不是都没出现？张总确实很久没出现了，但是前几天有几个金融公司的来了，好像接了个电话又走了。这样，你按我说的来做。你去联系一下。哦。好。好，去办吧。既然你故意躲我，那只能逼你出现了。哎呀，叶总，最近手头上的事情比较多，我都没怎么回办公室。没关系，知道您贵人事忙，真是只老狐狸。我看一下这几个月的业绩，你们非常棒，完成的很好，很完美。感谢张总夸奖。既然我们已经完成你的目标了，那我们的佣金是不是该结一下了？哎呀，这个事情我们也难呀，但是最近吧，上门要钱的人太多了，所以回款都拿来支付给他们了。你看你这边是不是缓缓再等1-2个月？张总，上个月你是这么说的，这个月你还是这么说，已经连续拖欠3个月的提成，我们也是需要周转的。哎呀，别生气，叶总啊，这次一定给你，一定给。哼，不是我给什么给？叶南佳，你玩的花样我们不是不知道，别看我弟弟好说话，我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。这
是不装了吗？不就是欠你们那点佣金吗？至于吗？还能不给你啊？再说，你以为你们卖出去那么多，是你们的本事吗？还不是你们运气好。要不是门口那条路开始修了，你们能卖得这么好，房子卖这么快吗？那你还别说，我们运气好也是我们的本事。那你这项目烂尾了3年，怎么就没有遇到运气好的来卖掉呢？你这个女人，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就钻钱眼里了。别废话，赶紧把该结的钱结了。那你告诉我，我们家客户的首付款去哪儿了？哎呀，你还别说，在这儿。你来拿吧。你这样做是违法的。我们律师说了，不违法，因为张总一直失踪，我们只能代收房款。况且我们没有挪用，这不都在这的吗？姐，我说，叶总，这样吧，就是答应你们的佣金，我们这个月给你支付，但是你先把我们的首付款转给我。转给你？要不是我们提前收了首付款，估计现在张总还在失踪吧。叶总这话说的怎么会呢？不可能的啦！没有什么可谈的，我让人算过了，你们欠我们60万佣金，这卡里我们首付款刚好收了60万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否则我们法院见。你到账了。那么着急转给我干嘛？万一后面有用呢？文娟，谢谢你。说什么呢？太不把我当姐妹了吧？每次一感觉顺利一点，就又会出现困难。哎呀，人生啊，照这个进度下去，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财富自由啊？再加上生2个漂亮女儿的梦想，你怎么又提2个女儿的事啊？你该不会……没有。好啦，你这个恋脑啊，什么时候能改？这不是有你保护我，我还怕别人欺负不成？好啦，接下来我们得踏踏实实去跑一些开发商了。前期我们合作不是滞销盘就是烂尾楼盘，现在我们多多少少有点名气了，也可以多出去好好宣传一下。你看一下，不要被别人骗了。这里，好的，这里就是这样子是吧？看一下。姐，你给我们一个机会吧，下次再说吧啊，我还有事儿。爷，沈总你好，我是90代理公司负责人叶南佳，此次来拜访您，是想看看您的新项目有没有合作的机会。资料放那儿吧，我马上要开会，有需要会和你们联系的。沈总，方便加您个联系方式吗？不方便，请回吧。你走吧。你们还没走啊？怕打扰您开会，就出来等。这么执着的年轻人，我很多年没见到了。这是我的名片，回头发条消息给我。好的，沈总。看来苦肉计有时候还是有用的。命运总是将你以为一辈子不会再见的人，巧妙的再次安排在一起。只可惜我遇见的这个，当年被我明码标价卖掉过，看来是我的报应来了。啊，请坐。叶经理，昨天很匆忙，但是你们公司我背调过，年轻且有创意。我今天还有个重要的会议，一会儿我儿子小沈总过来跟你们对接，你记得做个方案。好的，沈总，那麻烦您把小沈总的电话提前给我，
我今天下去迎接他。你觉得这一次能通过吗？话说，那个小沈总到底是谁啊？不好奇吗？应该是个纨绔子弟吧。沈墨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这不是意外，这简直是惊悚。口是心非的女人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。好几年不见了，你还是一样的漂亮。你也一样，蠢得可爱。你是在夸我可爱吗？他是谁啊？20万。哦，你就是那个20万。什么20万？忘了他。我现在的身价可不止20万。哦，对了，你和那个沈总什么关系？老头姓沈，我也姓沈，你说我们什么关系？同样姓沈，你怎么就没有遗传到你爸的聪明？看来当年20万还是开低了。女人，你是不是后悔了？现在还可以再跟你。别说话，保留最后一点情分，别谈感情，伤钱。来吧，给你的甲方爸爸汇报一下工作。首先呢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。我们公司呢虽然是一个初创的公司，但是我们的成绩非常好。我跟你讲一下，最近我们刚刚获得全行业评比第6名，而且呢，我们现在还有。他成长得这么快。还记得这间咖啡厅吗？不记得。这就是你当年把我卖掉的地方。话不能这么讲，我只是物归原主，把你还给你妈罢了。这几年，你有没有后悔过？后悔？后悔过多美，谁知道你还是富二代。现在你要想成为我们公司的合作伙伴，全在我一念之间。现在求我还来得及。叶总，不好意思，让你见笑了。我是叫你来对接项目的，你摆什么谱啊？你怎么突然来了？是我请沈总来的，今天需要向沈总汇报方案，沈总刚好在附近。果然小沈还得老沈来吃。首先呢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们公司的一个基本情况。我们公司虽然是个初创的公司，但是这几年取得的成绩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旧情复燃吗？叶总，然后没想到你年纪轻轻，能力这么强，方案非常好，我回去就汇报到股东会，我觉得问题不大。接下来你把商务条件拟定一下。好的，沈总。你和叶总认识吗？不仅认识，还卖过。卖过？什么意思？没事吧？我们认识好几年了，以前是好朋友。眼光不错。这个走一个，开心啊！你看他俩。大哥，以后你就是我一清大哥啊！有我沈墨一口吃的，就有你的，那是我的荣幸啊！吃，必须吃，马不吃，我吃。南家，你是不是胖了啊？你年纪轻轻就青光眼、白内障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打是亲，骂是爱，南家夸我年轻呢。没事，我就喜欢听他骂我。喝，再来一个。来。哎呀，咋了？
和前任旧情复燃是种什么体验？可惜我并不想负责，只想提裤子不做人。昨晚我们睡了。那你会对我负责吗？昨晚你的技术退步了。那是因为我喝多了，不然我……好啦，你赶快把衣服穿上。平时怎么不去练练腹肌？都快99皈依了。难道你只看上我的外表，看不到我内在的炙热吗？说实话，外表也没有看上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搞？男人只会影响我赚钱的速度，偶尔那个就算了。我有钱，我可以养你。好啦，大早上不要说鬼话，好吗？你是坏人，是不是提上裤子就不认人了？果然，男人过了25岁就不好玩了。是在显翘吗？哥，最近这个90公司风头有点盛啊，我们好几个竞标项目都输给了他。唉，你说总得想想办法，要不然这么下去，我们活都没得干了。前几天在酒局上，那个沈总不是玩得挺开心的，后面他有没有说要换掉他们，跟我们合作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刚开始还喝得挺好，后面一说到要换代理，那个沈总脸立马就拉下来了。有了解过他们的关系吗？听说那个沈总和叶南家他们私交很好。是吗？那么我们给他们这个关系添火。造女性黄谣这种卑劣的手段，总有人乐此不疲地用着。碰见了，似乎都觉得忍忍，等舆论声小了就过去了。可是我偏不。南家，你看今天同行群里面发的了吗？看到了，他们在群里面说，某代理公司女老板和开发商老板搞暧昧。但这个行业不就你一个女的吗？说的不就是你吗？对啊，他们说的就是我。你不生气吗？生气啊，但是生气解决不了问题。那也不能任凭他们造谣吧。不过也是，时间久了，应该就没有人说了。他们喜欢说，你就当被狗咬了，但是被狗咬了就算了，更何况它咬的不只是我，还有我们合作的开发商。谣言传久了就会变成真的。那怎么办？如果狗咬你了，不要咬回来，直接炖。这些人是瞎了吗？明显和南家有一腿的是我，为什么传他和我爸？大家好，我是朝阳集团的沈墨，对，就是那个帅气多金且多情的朝阳集团大公子沈墨。最近大家都在传90代理公司的叶南家和我们沈总关系暧昧，哎，你们都搞错了，和叶南家有一腿的是我，不是我们家老头。你们再这样乱传，我可是会不高兴的哦。南家，爱你哟。南家，当你知道我为了你做这么大的牺牲，你会不会很感动？我这该死的小脑啊，怎么这么脏？你们这是怎么了？你不知道吗？你看看，现在整个同行群都传疯了。
南家，我爱你。这个家伙是石油长大的吗？这么有趣，这好像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这么坚定的选择吧。先不着急狡辩，先听听这个。不是我传的谣言，是从正地代理公司那里传出来的。郑浩说，只要传播这个谣言，就给我们1000块。接着听。你要找代理，可千万别找女人看你。一个女人带的团队，不想多强，他们名气不是因为能力。那你这边跟他比，优势是什么？他们公司最近名气可是很大的。他们名气大不是因为能力，是跟开发商乱搞男女关系得来的。至于我们的优势，你可以找过来了解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你是小学没毕业吗？一点法律意识都没有吗？你在诋毁我们女性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你已经触犯到法律了？你们真是好手段，想必客户也是你安排的吧？看来你还有点脑子。你们短短几年抢走同行这么多项目，你敢说你没有用一点不正当手段吗？封建社会裹的是女人的脚，现代社会就是裹的你们这种人的脑子。自己的脑子里尽是一堆垃圾，还想着抹黑别人。我们目前证据确凿，我们会对你采取法律手段。除了名誉损失赔偿后，我们还会要求你发道歉视频到各个群里进行澄清。女性创业事实就是比男性难，不仅要面对同样强的工作，还要面对各种流言蜚语。如果碰到，干就完。叶南家，我爱你！叶南家，我爱你！怎么样？看我不迷死？哪个女人能抵挡我这该死的魅力？哎，南家，你就从了他吧。怎么，你喜欢啊？送你了，现在估计能卖个100万。我不要，我喜欢成熟稳重的。叶南家，我爱你！喂，110吗？楼下有人扰你。叶南家，我爱你！绝，南家，你当真一点都不喜欢他吗？怎么会没有喜欢的？当年在一起1年也是真心的，但是作为富家大少的沈墨，对我只是新鲜感罢了，我又怎么能当真呢？我要做爸爸了！娟儿啊，上次那个刘卫东不合适，妈这边给你又找个条件好的，有钱。妈，我怀孕了。你不是为了不听我的，故意骗我的吧？真的，所以不要再给我介绍对象。怎么了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啊？我不都是为你好，你放着条件好的不找，你偏找个打工的。你听我的，把孩子打掉。妈，你这话什么意思啊？孩子是我自己的，你已经是个不合格的母亲，难道还想要我像你一样吗？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？我不都是为你好吗？你找的对方只是一个上班的，拿什么养孩子？工作不稳定。你听好了，我一定不会像你一样过得那么卑微。林建国，你听好了，我的人生信条里没有离婚2个字，只有丧偶。你如果做不到的话，我们还是不要结婚。孩子，我可以自己养。我保证，一辈子会对你们好的，请你相信我。也许真的能一辈子。今天大家都怎么了？感觉大家都不活跃呢。哎，南家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想听哪个？坏消息吧。坏消息是，过段时间文娟要跟我一起回老家，接下来你要孤军奋战了。
好消息呢？好消息是你做干妈了。你都不惊讶吗？其实我早就知道了，你的肚子都那么明显了，而且几次躲厕所痛，我都知道。那你为什么不问我？我觉得你可能还没做好准备。我希望你不要辜负他。如果有哪天你不爱他，请把他还给我。放心吧，永远不会有那一天。我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，你想不想听？你别说话，喝酒。今晚喝多了还能不能？今晚不睡你，放心。我可以的，我这次绝对不例外。还可以，那就试试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来，你们早生贵子啊！祝你们早生贵子啊！我用菜来碰一个。很多时候，大家喜欢说找个老实人就嫁了吧。其实人性是很多面的，因为人是动态的，一直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。所以事实上，所谓老实人的背叛，出人意料的，更像一场浩劫。王杰跟公司做事5、6年了，一直都是本本分分，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？但是空穴不来风，看来得去核实一下。这栋楼你看看，采光特别好，你看啊，楼层也不高。稍等一下啊。叶总，今天您怎么来了？最近关于你的流言蜚语不少，您都知道了。你还真干了这种事儿？我一时糊涂。公司刚成立你就入了职，怎么着你也算公司的老员工了？你怎么能在这种晋升阶段犯蠢呢？最晚明天，要么张敏滚蛋，要么你滚，要么你和张敏一起滚蛋。跟这也没了，这可早了。哥哥，叶总是不是知道我们俩的事儿了？到底是谁躲事告的状？被我知道了，我都要过去抽他2个大嘴巴子。没事儿，我会处理。我不图你任何东西，我只图你对我好。实在不行，我辞职吧，免得你难做。喂，老公。老公。喂，是嫂子吧？杰哥在里面洗澡呢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你是谁啊？钱是我的，你的男人也是我的。喂，你说，快出来看看，出事了！王杰，滚过来！先说说什么情况？昨晚我老婆打电话，被张敏接到了，然后我老婆今天来售楼处，刚好看到我和张敏一起进来，上来就抓着张敏一起打。张敏那小身板，一下子就被打伤了。张敏可没你想象的那么柔弱，睁大你的白内障眼睛看看。你疯了！是我疯了，我眼瞎了。你说你前夫出轨离婚，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生活多不容易，我心疼你，可怜你。没想到你在外面跟这么多男人鬼混。既然这样，分手吧。分手？你说的轻巧。这1年，我前前后后为你花了几10万，把钱还我。你有证据吗？幸亏当时放了一手，让对方给的全是现金。是啊，证据呢？从开始就没防备过，每次在对方要求下都是给的现金，甚至连转账记录都没有。狗男人，吃干抹净就想走。老婆，
我错了，我该死。离婚吧！你老婆给你生了一儿一女，你不珍惜不心疼，反而心疼起外面的女人，你真是糊涂啊！糟蹋了一片真心。下午收拾包袱走人，会有新的主管来接替你的位置。工作也没了，老婆也要跟我离婚。如果需要帮助，我可以找律师来帮你。一个连自己老婆都不能善待忠诚的男人，怎么可能对自己老板忠诚？况且，今天的事情闹得这么大，他必须走人。狗男人！听说张敏拿着一众男人给的钱，全款买了一套房，而王杰因为愧疚，主动净身出户。王杰多次找张敏还钱未果，在张敏的甜言蜜语下，又复合了一段时间。直到张敏发现王杰已经没有油水可榨时，两个人才彻底分了手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今天怎么有点不对劲儿？南家，一个好消息，一个坏消息，你想听哪个？坏消息吧。坏消息就是我要出国了。这也算不上是坏消息。原来对你来说，这并不是坏消息。那好消息呢？也许对你来说，这不算是个好消息。我是说，如果你愿意接受，我可以不出国，一直在身边陪着你。啊，这也不算是好消息。在你的心里，真的对我没有一丝的感情。你有没有爱过？爱过。既然爱过，那你为什么不能重新接受我？沈墨，你是真的爱我吗？还是现在的我对你来说充满了挑战？这个问题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。对叶南家到底是爱，还是越挫越勇的执拗？当年我只是一个刚出社会的小女孩，你妈妈让我们分手的时候，我没有任何筹码去跟你家人对抗，但是你也没有给我任何筹码，不是吗？你妈妈开价20万的时候，你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自尊，而是感觉你妈妈开价开低了，让你感觉没面子，所以自始至终，我对于你来说不是最坚定的选择。那是当年，那时候我也不懂事。真的因为不懂事吗？隔了多年，你发现当年一无所有的小女孩长大了，有了独立的事业和人格，所以又重新燃起了你的挑战欲。你试图征服我，来满足你的成就感。沈墨，这不是爱情。真的是他说的这样吗？我承认我心动过，以前是，现在也是，但我很清楚我们之间的差距。就像当年你妈妈知道我们之间的差距，过去变成现在，除620万变成了200万，其他没有任何变化，不是吗？南家，你为什么总是一副包裹着铠甲、刀枪不入的样子？你不能相信我一次吗？相信？相信？如何相信？连至亲的人都不能相信，何况是爱情？女士，女士，起开，起开！叶总，他们说是您家人，我拦不住。没事，你先下去。你们俩做什么？佳佳，你可真有本事，现在都开这么大的公司了。一直都知道咱们佳佳是有本事的。佳，原来公司做这么大，有没有适合我的工作啊？别乱说话，你姐姐平时这么忙，工作这么点小事情还要打扰她。
赶快跟前面小姑娘说一下，直接安排不就行了？就是，她可是你亲姐，还用得着安排吗？这现在不就是咱自家公司吗？你们这么多年自导自演不累吗？奥斯卡都欠你们一个金像奖了，说吧，这次又想要多少？我们就是很久没见你，特意来看看你。别废话，奔主题。佳佳，你妈妈说话不中听，你也别介意。这次我们大老远过来看你，主要是想你。听你老同学说你在城里开了一家大公司，你是真有本事。这3个人组合拳一直打得不错，亏我当年把所有积蓄给他们，要不是后面发现他们3个人给我玩套路，估计现在还在傻傻的贴补家里。姐，你现在肯定很有钱了。哎呀，开公司哪有那么容易啊？都是表面风光，我到现在还欠了200多万债务呢。我们也知道你不容易，但是你现在都已经是这么大的老板了，肯定比我们有钱多了，是吧？爸妈，不要啰嗦，我们这么大老远跑过来，不管怎样，姐肯定会是帮我们的吧？佳佳，你弟他也到了适婚年纪了，前段时间谈了个女孩，对方一张口就要1套房和18万的聘金，我们把老底都算了个遍，也只能凑够聘金，房子的首付是付不起了。首付多少呢？首付20万，我们实在没办法了，所以才来找你的。可以啊，但是你们得写断亲书。什么？断亲书？没想到这个丫头这么狠。叶总，这3位是我生物意义上的家人，现在我需要让你帮我拟定一个断绝关系的法律文件，我要和他们断绝关系。叶总，我马上去草拟。哦，对了，叶总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来我们公司闹事的那几位？现在还在拘留所，你看看要不要将他们打出去？那倒没必要，不然还得赔钱呢。叶南家，我们生你养你，区区20万，你就要跟我们断绝关系？再说了，当初要不是我们不让你上大学，你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吗？爸妈，佳佳回来了。我的录取通知书下来了。爸，我考上1本大学了。我们佳佳真棒。可是……怎么了，爸？我们哪有钱供你上大学？你弟马上就要上高中了，把钱供给你弟上学，就没有钱给你了。爸妈，你们只需要给我1年的学费，之后我都可以靠自己勤工俭学的。1年也给不了你，总不能不让你弟上学了吧？爸妈，你们看，这次差一点就及格了。阿哲回来了，上学辛苦了吧？你看，佳佳，你看我们不是不让你读大学，上大学也不一定有用啊，是吧？一个女孩子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最后还不是要嫁人？实在不行，我们给老房子卖了。爸，那怎么能行呢？房子卖了，我们去住哪儿啊？总不能一家子去睡大街吧？就是，肯定不行。你们从生我养我到我读高中，总共花了25万8880元。我从高中毕业开始打工，前后8年里，总共给了你们36万5880元。要是真算起来，你们还欠我钱呢。哎呀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呀！我千辛万苦把你生下来，你就这么对我呀？如果
果当年但凡有确认男女的技术，我也是活不下来的。这种极度重男轻女的家庭，女孩就只能是无条件的家庭是什么？你别这样。哎呀，想要钱就签字，否则门儿都没有。喂，是保安吗？马上叫2个人过来，这里有人闹事，将他们拖出去。这是何必呢？我们走就是了。走。提前做好准备，这3人不会就此罢休的。这个丫头长大了，翅膀硬了。哎，这丫头终究还是长大了。哼，但是你也太心急了，对付这丫头得有办法。爸，咱们家就你最聪明，是不是有什么办法？你能不能不要闹了？你给我闭嘴！就是房产策划老板叶南家发达之后就不赡养父母，天理何在呀？感谢家人们的支持，我们也是没有办法了。对父母是不管不问，我爸现在生病了，就在医院，他都不去看一眼。我们现在连交医药费的钱都已经没有了呀！这个畜生，我搞怀孕了就不管我，这下还能怎么办呢？退！肚子好痛啊！走！不是我们，快走！接下来看你的了。行了，先不用演了，他还没来呢。再说了，那丫头鬼得很，都不知道他会不会来呢。都已经闹成这样了，他怎么这么能沉住气啊？放心，他会出现的，我就不信他不要名声。为了配合这场戏，昨天晚上可是心狠动了一晚上，今天才高烧住院。丫头，你可别让爸白受这个苦。爸妈，接电话。在哪个医院？仁爱医院。姐，你快来吧，爸情况不太好。好。我先躺好。爸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昨天明明还好好的，怎么今天就变成这样了？哎，这是什么？这该死的丫头是故意的，我骨头都快给她咬散架。既然你们想玩，我奉陪到底。医生怎么说？我爸到底是怎么了？你爸昨天被你气的，回去就不吃不喝，今早就起不来了，我们就给他送医院来了。医生，你快看看，我爸是不是不行了？他不是就一个发烧吗？无论花多少钱，一定要把我爸治好，一定要给他做全身检查，抽血、CT 一个都不能少，一定要抽血，要全身抽血，不然肯定是查不出来什么问题的。你现在是病重，肯定是昏迷的，可别睁开眼睛，一睁开就露馅了。医生，快去准备抽血！你等着，我现在就去拿针。该死，这丫头可真狠！哎呀，抽我的血！我的个天哪，这可怎么办？哎呀，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喂，沈医生，你终于来了！你的针灸手法可是本市最好的，一定要给我爸看看。尽可能多扎，这样他才能好得更快。不行，用这个最粗的扎太阳穴，扎深点，这样他才能好得更快。放心吧，
我从业了2个月，给30个客户扎过，扎死了5个，残了10个，其余的都还活着。万一真有什么事儿，有保险呢，没事儿。这个也。哎，这针下去，保证活不了啊！不，是好得了。嘿嘿嘿嘿，这个不能乱扎，这个不能扎。我这是在哪儿？哎，佳佳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这就行了。看来沈医生的针灸是真的很有效。要是再不行，估计就被你玩死。昨天妈和弟弟说你快不行了，我立马就去给你们凑钱了。我还找了医生来给你们扎。哎，还是我们佳佳懂事。你们昨天来公司找我要钱，我立马就去给你们凑钱了。没想到你们直接来公司闹。我当年考上大学，你们说女孩读书没用，不让我上，让成绩差的弟弟读高中。我创业，你们从来没有帮过我。我一个女孩在社会上打拼多难啊，吃尽苦头。从出社会第1天，我省吃俭用，所有的钱都被你们拿走。现在好不容易好了点，还有200万债务没还，你们又找我要钱给弟弟结婚，你们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谁家女孩不这样？你赚钱不给家里，给谁？再说了，女儿迟早都是要出嫁的，你要那么多钱干嘛？就是，继承香火的人是我，前期就靠你几年，后期不还是得靠我？就你那一贫如洗的家，还需要继承吗？而且看你的样子，一看就肾虚。你有没有香火？不一定呢。哎，来，我给你扎2针补一补。哎，所以呢，我以后没有赡养他们的义务了，是吗？爸，按照弟弟的说法，我前几年把我所有的积蓄都给家里寄了，我以后就没有义务赡养你们了，是吗？你少给我扯那些有的没的。今天这笔钱，你给也得给，不给也得给。钱要是不到位，公司你也别想开了。阿姨，你这不要脸的程度，真的让我自愧不如啊！你现在是在威胁我是吗？我就威胁你，你还能拿我怎么着？可以了，说对。叶总，刚刚的直播我已经全程录屏了。啊，看，好啊，你居然跟我们使手段！果然不是老人变坏了，是坏人变老了。明明是你们先玩手段的。我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。一个直播怎么了？我们还怕你不成？反正钱肯定是要给的，断亲是不可能的。好不容易盼到他赚钱了，怎么可能让到嘴的鸭子飞了？哼！20万一份断亲书，否则你们1分也别想拿到手。哼！如果我们就不，大不了鱼死网破。你们真的以为有跟我谈判的筹码吗？要么你们先看看这个，再来跟我说。哎，你怎么能拿到他电话的？想找到一个电话还不容易，不只是有他的，还有他父母的。谁的电话？哎呀，刘丽和他家人的电话。你想干什么？不想干什么，只是如果把我逼急了，我就把刚才那段视频给他们家人看，告诉他们你们一家人有多无奈。有了这段视频，我不信他们不信，我猜应该没有人会把女儿嫁到这种家庭里吧。好啊，你跟我玩这个，不就是一个刘丽吗？
我儿子的条件，还怕找不着对象吗？阿姨，您家是穷的连镜子都买不起了吗？还是您年纪大了眼神不好？按道理你儿子可以天天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什么德行。实在不行，尿泡尿照照也行。还是肾虚到尿黄，看不清自己长什么样子了。一家人都是这个德行啊！我说的一家人不包括你。你这么年轻漂亮，都怀疑是不是出生的时候抱错了。如果你们搞黄了我的事业，我就搞黄你们儿子的婚姻。你谈一个，我搞黄一个，我要让你们叶家断子绝孙，不死不休。还有我，你儿子只要谈一个，我就上去闹一个，看谁难受。还有我，儿子谈一个，我就抢一个。以小爷我的魅力，我就不信还有我抢不到的女人。这家伙还真自恋。好了，我切。明天律师会带函件来找你们，你们签完，钱自然就会到账。这辈子，不，下辈子，我们都不要再见面。别！哎呦，这可怎么办？哎，这事办。打钱过去后，他们俩倒是履行承诺，第二天就回老家了。让沈墨南家，我出国了。很抱歉以这么矫情的方式给你留言，但是或许只有亲手写下这些文字，才能让你感受到我的真诚。之前你问我的话，我回去仔细想了很久。我现在很负责任地告诉你，我对你是真心的。即使几年前我们相恋，我确实没有很用心地对待那份感情，所以分开的时候我们没有特别的遗憾。但是再次见面，我看到了不一样的你。你说我是因为想挑战，所以重新追求你。不可否认，最初确实有这种成分。最初开始见面，我很惊讶你的变化，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接触，我认识了真正的你，一个勇敢坚韧、有底线、有原则的女孩。到最后，我是真的爱上了这样的你。我不怪你的拒绝，我也理解是我的问题，没有给足你足够的安全感。就像你说的，我们这段感情，我们没有承诺，所以经不起考验。就是因为我还是不够强大，只能依靠家里，所以家里不接受你的时候，我甚至没有反抗的权利。但是请你相信，总有一天我会带着筹码回来找你。最后我想跟你说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女孩，最棒的女孩。但是有时候真的撑不下去了，联系我，我随时做你的听众。永远爱你的沈墨。在干嘛呢？很娃呢，每天干不完的活，肩膀酸死了。沈墨他……行了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那活爹又哭了，我得管管他去。自从文娟生了大女儿后，隔了2年又生了个小女儿，也没工作了，在家全职带孩子。似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，2个人的话题越来越少。叶总，这是这个月的报表，你看一下。这个月所有项目业绩下滑得非常明显，果然市场环境影响非常大。从数据上看，每个项目都在下滑，难道真的是房地产的寒冬来了？而且这次寒冬的时间估计会很长。叶总一向对市场的判断都很准确，看来接下来的日子难过了。谢谢，还是你懂我。老顾客了，这么捧我们场，
这点记不住就太说不过去了。最近好久没来了，是不是很忙啊？工作嘛，不都那些事。我真羡慕你们这种大忙人呐，像我们这种开咖啡店的，想忙都忙不起来。果然是城墙外的想进城，城墙内的想出城。其实很厌倦这种勾心斗角的日子。如果可以选择，找个没人的地方躲一段。哦，对了，我看你这个店外面贴着转让信息，好好的怎么要转让？本来开店是想赚点钱，没想到2年开下来，这生意淡的我都想去做小偷去了。加上老婆又给点压力，让我去找个班上，哎，只能割爱转让。你要不开了，我去哪找生意这么淡、安静的咖啡厅啊？那不行，你就把这个店盘下来，整个店都是你的。成交。你是说你要盘下来？是的，这几年房地产也明显越来越不好做了，我也想趁这个阶段好好休息一下。恰好我的梦想是开一个没人的咖啡厅。那我们这儿什么都有，就是没人。文娟2个漂亮的孩子梦想实现了，我也实现了我的咖啡厅梦想。可是兜兜转转，为什么我一点都感觉不到快乐？事业和家庭真的能平衡吗？干嘛？也只能同期做出一种选择，无法平衡2者。好。哎，你那个字好好写，好好写那个字，那个拼音，你那个字好好写，写端正一点，坐姿端正。老师说了，伤眼睛一会儿。你干什么？没事，妈妈知道你不是故意的，不是故意的啊！你好好写作业啊，待会儿妈妈收拾啊。我的梦想是生2个漂亮的女儿，现在已经实现了，那应该快乐才对啊！是不是再熬几年，一切就能好起来了？南家，那你呢？实现梦想的你，快乐吗？其实人生本就没有完美，也从来不是一个判断题，没有对错之分。不论我们做什么选择，都会有快乐和遗憾。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做出选择，即便摔倒了再爬起来，走错了就拐个弯，不要懊恼，都会有快乐和遗憾。大胆的往前冲，勇敢的出发吧。是不是你也要针对我？你知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挣？